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思考入门课程。在设计思考的同理阶段，观察是一个相当常用也相当好用的一个方法。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以实际的案例练习来讨论观察时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分析。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这边图上的第一张图，这是一个我们在使用者的房间所拍的照片。那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你想一想，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跟画面时，你会如何进行你的观察以及你的分析？10秒钟到。好，那这时候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影片，把你刚刚想到的观察跟分析的方法，把它打到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跟其他的同学们一起交流。好的，在你完成这个打到留言区交流的动作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我们在台大设计思考的课程会如何进行这样的分析。第一个我们会使用的架构是我们常说的3个不同的 what 来协助我们的分析。第一个 what 是最基本的 what， 也就是表层看到什么。第二个是 so what， 这个 so what 是在协助我们思考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是否值得深究。那最后一个是 now what。Now what 则是在协助引导我们思考下一步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在了解了这个3个 what 的基本观察分析架构后，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张图。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的是，我们试着分析一下的话，第一个 what 我们具体看到哪些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使用者的这个房间，它有在它的墙上贴了便利贴，它有使用一些3C 产品。此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的是，这个使用者他的物品色系都偏粉色系。好，在有了第一个what之后，我们下一个要问的事情是 so what， 在探讨说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是否值得深究。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刚刚有在墙上看到这些贴满便利贴的各种不同的行程。这时候我们可以问 so what 是进一步探讨说，使用者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吗？对他来讲是一个困扰吗？他这样贴会不便利吗？会觉得有需要调整吗？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协助我们去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是不是值得深究的。那假如是的话，我们才会进一步去探讨第3个问题，也就是 now what。now what 是在延续下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看到观察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可以怎么样的去更了解使用者。这边要请大家切记，我们 now what 不是要问说可以怎么样想解决方案，我们在这里专注的都是更了解使用者。所以这边我们 now what 下一步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如何借由其他的使用者研究工具来进一步的了解使用者。所以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假如说今天使用者在墙上贴便利贴来记录他的行程这一件事情，的确对使用者来讲是个潜在的痛点的话，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进一步的去访谈，或者可以进一步的去沉浸他的使用行为，然后让我们去探究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痛点。但假如说我们探究后，它的确真的是一个痛点后，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想解决方案。好的，所以这边再为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个架构是 what、so what 跟 now what， 也就是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自己的问题，协助我们去做更深一层的观察。那除了这3个 what 的观察分析架构之外，我们也很常会用的另一个架构是 what、what's different 以及 why。 好的，那这个架构我们其实更常使用在比较分析上面。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what 也是引导我们去看出我们到底实际观察到什么。那第二个 what's different 是在引导我们去思考观察到的不同东西，它们有哪些差异的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这时候比较的概念就出来了。最后一个 why 则是在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个差异的来源究竟为何。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题目。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换到另外的下面的2张图，这是分别2个不同的使用者包包的内容物。我们大致看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what's different 以及 why 的这个架构，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观察跟分析。好，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看到 what， 我们实际看到什么？可以看到是左图的使用者包包内有一些蛮特别的物品，包含说录音笔啊，包含说行动电源、隐形眼镜的盒子，这些可能在一般人的日常包包中不会出现。 那右图的使用者，他有一些物品，也包含像是随身的笔记本，
它有零钱包，它有干洗手。那第二个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 What'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以及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些不同 ？Why？ 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是实际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两个使用者他们包包内容物的色系的选择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可以看到是左图的使用者，它的色彩相对的比较鲜明而且多元，而右图的使用者，它的色彩选择相对就比较朴素而且单一。所以当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原因，我们可能可以推测的是，左图的使用者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活泼、比较高能量一点的人，那右图的使用者他的性格可能相对的是平实一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推测是左图的使用者他比较外向，因为可以看出他的包包内有充电线、有行动电源，这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他希望他的手机可以不要断电。那手机不断电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保持跟外界的连接。那也可以从他的录音笔这个物品中看出，他是个会需要去跟别人互动的一个人。而右图的使用者，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相对内向一点，就从他的物品可以看出，这些物品都是相对来讲独自一个人使用的物品。那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同学们，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刚刚做的这些分析背后，其实我们会讲他们只是一个假设。所以我们通常会借由其他的使用者研究方法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假设。举例来讲，我们可以在观察完之后进一步去访谈这个使用者，或者跟这个使用者互动，来去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性格外向的人。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借由沉浸法的方式去了解一下这个使用者他究竟为什么会使用这些物品。所以我们借由这样子的观察跟分析，推测出对于使用者的了解后，其实这对于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去定义使用者，或者下一步要进一步的为使用者去发想解决方案，我们就可以有非常有帮助的方向。那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只要对于这个左图使用者，我们要去为他发想的方案，绝对跟右图的使用者会非常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可以看得出是相当不一样的。好的，以上是两种观察分析的方式，供修课的同学们参考。那除了这两种观察方式之外，我们也有非常多其他不同的观察方法。我们非常建议同学们可以多涉略，然后更重要的是可以多练习。我们这边要再次跟大家提点的是，观察跟单纯的看有非常大的不同的点在于，观察是有意识的去思考。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这些分析架构，就是希望大家在看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思考，那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有效的观察。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